内耗源于内心戏过多。精神内耗说到底就是内心戏太丰富，话还没说出口，结局已在脑海中演绎千百回，身子还没动，心已翻越万重山，行动还没结果，假想的苦难已让人愁眉不展，事情已结束，过往仍在脑中反复上演。生活中诱惑太多，人际关系错综复杂，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总是让人感到无力抗争。在利益得失面前，人性多变，人心经不起考验。就像超载的船只航行，面对惊涛骇浪，极易翻覆。想要走得稳，走得远，就得学会减负，丢掉外在的所有包袱。一个人的精神容量有限，超负荷运转，迟早会被拖垮。负重前行，半途精疲力竭，只会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。轻装上阵，保持简单松弛的状态，简化一切，才是远离内耗的最佳途径。一、简化情绪。网络上曾流传这样一种说法：我的工资包括精神损失费、劳动所得费、忍气吞声费、熬夜偶得费、配合表演费、满勤窝囊费。从中可以看出，工资不仅是劳动的回报，更多是情绪价值的体现。如果情绪处理不好，不仅伤身，连工作也保不住。当你每天被情绪牵着走，就会滋生焦虑、恐惧和忧伤的负能量心态。在古代，那些王公贵族热衷射箭狩猎，他们对弓的保养格外重视，甚至专门雇人来维护。负责养护的人会3不5时松一松弓弦，因为弓弦一直紧绷就会断。内心再强大的人，也该适时示弱。人的生命就像一张弓，精神若总是紧绷，也可能会崩断。一代英豪楚霸王，若能放下刚强，渡过乌江，未来的天下或许未可知。周瑜火烧赤壁时威风八面，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，那一刻他是何等英雄盖世。然而面对诸葛亮时，他却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人生总是起起落落，得失乃常态，偶尔的挫败不必太在意，尽力就好。适时放松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。别为一时得失悲伤，别为打翻的乳酪哭泣。若精神一直紧绷，就无法应对风吹草动，很容易被击垮。工作中，有些销售人员承受不了客户的打压、领导的批评，逐渐自暴自弃。有人因收入微薄，眼睁睁看着身边人买房买车赚大钱，自己却一无所有，陷入无尽自责，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，吃不好睡不香，不愿社交，情绪低落，动不动发脾气，整个人身心俱疲。他每天处于烦闷之中，饭吃不下，觉睡不稳，上班也提不起精神。少攀比，简化欲望，专注自己的生活，少关注无关的事。其实每天发生的80%的事都与自己无关。少说多听，少看多想，慢慢就能摆脱焦虑，生活才会顺风顺水。无论遇到什么，学会简化情绪，情绪简单了，精神松弛了，人生才会更轻盈自在。2、简化关系。俗话说，人是环境的产物，社交是人类与哺乳动物的天性。人无法脱离社会独自生存，社交必不可少。有些人自卑怕现人，容易自闭抑郁，在狭小空间里无法成长。社交本质上也是一种工作，若不懂方法，只会让自己更疲惫。许多作家、明星成名后，无法承受外界喧嚣，郁郁寡欢。记得有个作家写了一本书成名后，引来各界人士追捧。每天有人上门拜访，电话接不完，生活秩序被打乱。多年再无佳作，后来他归隐田园，读书、喝茶、散步、练书法，内心渐渐平静，又陆续创作出不少优秀作品。独处是最高级的自由与享受。独处是一个人的清欢，在独处中现自己，见天地，现众生。当繁华落尽，平淡归真，回归本真的自己，这才是生命真正的魅力。莫言曾说，合什么群，合谁的群，和谁合群。
这一连串反问让人明白，无需合群，做好自己就够了。到了一定年纪，不是丧失与人相处的能力，而是没了逢场作戏的兴致。社交太耗精气神，比工作还劳心。想为精神减负，就要及时远离无用的圈子；想保持精力充沛，就得远离无效社交，远离不合拍的群体。人间最清醒的活法是不赶赴一场场热闹，那些繁华终与己无关，只满足虚荣感，过后更觉空虚。不断向内求，越活越轻松。当社交简化，在独处中找回内在力量，自然能治愈内耗，觅得清欢。3. 简化物质。拥有即被拥有。拥有豪车，时间就被消耗，保险费、油费、违章费、停车费、保养费，操不完的心。娶了娇妻美妾，身体被掏空，情绪被消耗。买了奢侈品，就得费心打理。拥有的物质越多，精神消耗越大。在物欲横流的社会，减少欲望，别做物质的奴隶。我有个朋友在乡下住2层小别墅，有自己的庄园，日子轻松自在。去年不知被谁怂恿，在市区高价买了套房，每天忙装修，欠下50多万外债，忙得心力交瘁，精神状态变得很沧桑。这2年为房子操碎心，看起来老了10岁。生活节奏被打乱，孩子没人管，在外鬼混，学会抽烟喝酒。有时候物质越多，反而拖累家庭。国外很多家庭一辆车开几十年，不是没钱，而是看透生活，简化欲望，才能享受生活的甜美。活得通透的人不买车，宁愿挤公车上下班，不做车子的奴隶。房子装修也求简洁，越富丽堂皇，越费心打理。穿衣也是如此，贾伯斯之爱穿牛仔裤，许多大老板衣着简单。若有几十件衣服，每天选衣服就得花心思。丰盛的物质导致精神匮乏，物质简单了，才能追求内心富足。生活中要学会断舍离，该舍就舍。治愈内耗的最佳方式是做减法，简化一切。当你简化身边的人事物，内耗自然烟消云散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